重磅消息，北约大批军事装备正在运往波兰。从法国高速公路到德国城市郊外，再到波兰军事基地，出现大量军用卡车、装甲车辆。消息人士表示，北约可能正在做大战准备。目前，在波兰西维诺岛伊西切港口已经聚集了大量军舰。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在与德国基民盟主主席莫茨会晤后表示，乌克兰正在寻求结束战争手段的方案，不仅重申了加入北约的立场，同时还提出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外国部队的想法。而在这个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波兰总理图斯克进行会谈，探讨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的问题。根据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场军事武器调动不同于北约以往的例行演习，更像是一场大规模冲突的开场。作为北约在东欧地区的战略枢纽，武器装备被批量运送到波兰境内，不禁让外界联想到，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北约对乌克兰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如今，波兰正在成为另一个前沿战场。12月11日，根据希腊媒体报道，北约正在向东翼地区运送大量军事装备。这种军事动态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尤其是俄罗斯方面。面对北约最新军事部署，俄罗斯官员公布了大批军事装备从欧洲运往波兰的镜头。比如在法国境内，巴约讷和波尔多之间的 A63 高速公路上，有数十辆挂着波兰牌照的卡车方阵正在行驶途中，在媒体报道的时候已经抵达德国马格德堡附近。俄罗斯认为北约正在做出充足准备。显然，北约的战略焦点正在从乌克兰转向波兰，而波兰正在发挥反俄桥头堡的作用，因为此次武器运输无论是数量还是范围，都远远超过了普通防御性军事部署的范畴。毕竟，波兰身处要地，作为北约、俄罗斯之间的直接接壤国，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乌克兰边境，波兰既是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屏障，同时也是北约东进的跳板。近年来，波兰在北约的框架下表现得非常积极，无论是在对乌援助方面，还是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从而使得波兰成为北约东翼最重要的防线之一。当然，这也让俄罗斯将其视为眼中钉。其实，从10月底开始，北约就开始向波兰运送军事装备。在10月30日，美国通过海运将500辆装甲车辆运抵到荷兰弗利辛恩和埃姆斯哈本2个港口。随后，这些装甲车与配件被分装在2000余个集装箱内，通过新建立的军事走廊运送到波兰等国家。这也是北约新兴式走廊的首次大规模使用。在今年1月底，德国、荷兰以及波兰签署一项声明，决定设立方便军事人员和物资调动的军事走廊，以此来保证北约东翼部队能快速获得增援与补给。作为该协议的牵头协调国，荷兰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港口网络，是连接欧洲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欧洲门户。荷兰的港口可以为北约成员国协调通往东翼的供应链。根据荷兰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这批装甲车运输将从10月30日持续到11月20日。不过，关于机动任务的详情与波兰如何使用这批装甲车，外界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但数百辆装甲车辆直接部署波兰，也体现了波兰在北约东翼布局中的重要性。另外，火力军认为，从乌俄冲突爆发之后，北约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都是通过波兰转交乌克兰的。从那时候开始，北约可能就已经在测试将波兰作为前线对抗阵地，同时也在验证北约新军事走廊是否符合北约加强东翼军事存在的需求。如今，北约又开始将波兰输送大量装备，证明了波兰在这场对抗中的地位。通过北约不断加强波兰军事存在的做法来看，波兰可能会是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主要战场。根据媒体报道，12月9日，德国基民盟主席莫茨从波兰出发，乘坐火车抵达基辅，随后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会晤。此行目的是了解乌克兰当前的国防现状，并寻找帮助乌军抵御俄罗斯的方式。在会谈中，莫茨表示，许多盟友对援乌武器施加限制，类似于迫使你的国家将一只手绑在背后与敌人作战。莫茨希望尽一切努力帮助乌克兰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自卫权，并支持乌克兰对更多的俄本土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另外，莫茨承诺，若能在选举中获胜，将呼吁俄罗斯在24小时内停止军事行动，否则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并解除乌军使用德制武器打击俄本土目标的限制。另外，在会晤中，莫茨还提议乌克兰成立一个由德国、法国、波兰以及英国参与的联络小组，协助乌军使用自卫权，并支持乌克兰与美国下任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联系。乌总统新闻秘书尼基弗洛夫称，联络小组参与国的最终名单仍在制定中，预计将在12月召开联络小组会议，与参与国家讨论通过其他手段结束战争的共同立场。这些国家拥有远程能力，并且在援乌方面投入最多。乌克兰在北约的未来也将取决于这些国家。
此外，媒体表示，泽连斯基在12月9日的记者会上提到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这一构想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年2月提出的。当时马克龙表示，不排除派出欧洲部队前往乌克兰的可能，并强调将一切可能迫使俄罗斯无法赢得这场冲突。而波兰方面与法国不谋而合。总理图斯克曾表示，需要动员整个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此向外界展示在支援乌克兰方面的努力。针对寻求外国部队驻扎在乌克兰领土的提议，泽连斯基表示，这项举措将保证乌克兰在未加入北约之前的安全，但乌克兰也需要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加入欧盟或者北约。为了能将这件事尽快落实，泽连斯基将在未来几天内向拜登致电，并提出北约邀请的问题。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马克龙正在与波兰总理图斯克讨论在乌克兰部署欧洲维和部队的问题，预计将派遣4万名维和部队士兵，目前正在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谈判。而波兰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30日，有消息表示，北约正在酝酿一项庞大的军事行动计划，核心内容是向乌克兰派遣10万维和部队。在此前的影片中，火力军曾表示，北约有一项计划，准备向乌克兰境内派遣10万维和部队，但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消息证明北约将启动这项方案。如今大批装备正在运往波兰，火力军是有理由相信这项计划的。按照北约内部消息显示，这10万维和部队将分为4个军事区，其中波兰作为乌克兰接壤的重要国家，将负责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军事管控；罗马尼亚将负责南部地区，确保黑海安全的安全；德国将负责中部与东部地区，最后的英国则是负责基辅与北部地区。从这种部署来看，这种多国军队联合执行的方式，更像是构筑一个完整的军事包围网络，针对的就是俄罗斯。与此同时，为了支持10万维和部队的行动，北约还将在乌克兰境内建立多个军事基地，包括补给站、医疗中心以及通信设施等。这些基础设施将保证维和部队长期驻扎，同时也能为即将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另外，北约向波兰预售的大量军事装备，也能为这支维和部队带来足够的支援，进一步增强维和部队的作战能力。要知道，这可是北约的有生力量。与当前与俄作战的乌军不同，这些北约部队有北约各国的直接支持。在这支部队部署之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同时也能拥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对此，俄罗斯高层表示，如果欧洲真的向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的话，俄罗斯有理由将其视为与俄开战的直接宣战。为此，俄罗斯已经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加强了军事部队，增加防空系统与电子战设备的不一致，并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多次军事演习。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10万人的维和部队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威胁，因为这种规模已经超过了维和行动的必要限度，完全可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更别说在这支部队的背后还有北约的支持。截至目前，北约已经在波兰、德国、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等国家部署了50万兵力，拥有2000辆主战坦克、上万辆装甲车辆，以及数千枚各类火炮，已经构成一支强大的陆上作战力量。另外，北约还拥有上千架战斗机，包括 F-22 与 F-35 这类的5代战机，另有50架战略轰炸机长期在欧洲地区巡航，能够在短时间内对任何目标实施打击。除了这些作战力量以外，北约还在东翼地区储备了120万吨战备物资，包括各类炮弹、军用材料以及其他战备物资。为了保证这些储备的安全，北约采取了分散储备的策略，在不同的战略要地建立物资储备库，并确保在需要时刻可以快速调配。而这120吨战备物资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乌俄和谈可能将于今年冬季开始，波兰将积极参与相关谈判，因为明年1月至6月，波兰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目前火力军也不清楚，如果开启和谈之后，北约还会不会执行维和部队这项计划。但可以肯定的是，乌俄冲突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尤其是当前的俄罗斯，对于俄罗斯来说，其国际影响力正在遭到严重挑战。尤其是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巴沙尔辞去总统之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失败将进一步影响到其他方面，而这也将是北约继续打压俄罗斯的最佳时期。如果俄罗斯无法应对接下来的局势，不仅可能会在乌俄冲突中处于劣势，就连俄本土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据彭博社报道，自乌俄战争以来，俄罗斯的石油贸易一直是其获得军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拜登政府正考虑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对俄罗斯石油贸易实施新的出口限制，目前正在商讨具体细节。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早就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并对其设置了价格上限，因此新的出口限制可能会扩大制裁模式。例如，采购俄罗斯原油的国家也将受到美国的制裁。这种制裁模式类似于美国早前对伊朗实施的限制手段。此前，为了稳定能源成本，拜登政府一直反对这种措施。但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全球供应过剩，将可能导致石油价格下滑。再加上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会使乌克兰迅速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协议。因此，拜登政府目前更加倾向于对俄罗斯采取更加直接的针对性行动。不过，此举可能会导致油价上涨，直接会影响到俄罗斯原油的主要消费国，例如匈牙利、土耳其以及其他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国家。目前已经对美国发出警告，称其在这方面的决定将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能源安全。此外，目前美国还在考虑针对负责运输俄原油的影子舰队进行制裁，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内公布相关细节。与此同时，欧盟也计划于年底之前公布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制裁措施。除石油限制外，美国还希望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限制俄罗斯芯片以及能够为俄罗斯提供收入的其他技术性产品。总而言之，拜登政府似乎想在特朗普上任前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但这无疑等同于给特朗普挖坑。即如果特朗普认为这些措施抬高了油价，那么在他上任后就有可能会解除这些措施，而这样做可能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解除这些措施的行为可能会被外界媒体解读为在向俄罗斯让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韩国国会连续通过了2项提案，一项是要求立即逮捕尹锡悦、国防部长金龙显、行政安全部长李强敏等8人的决议案，另一项是任命常设特别检察官调查尹锡悦此前结案的特检案。其中逮捕尹锡悦的决议案以191比94的票数获得通过，至于尹锡悦特检案则以210比63的票数得到通过。这就意味着，在侥幸躲过第一次弹劾后，尹锡悦将面临被韩国国会逮捕的局面。与此同时，韩国的诸多国际项目可能也要受到波及，例如与波兰之间的 K2 主战坦克合约。据韩联社报道，波兰于2022年与韩国签约，确定采购180辆 K2 主战坦克，且在波兰接收到首批 K2 主战坦克后，就有意向在今年年底前与韩国再签订后续820辆的新合约。截至目前，韩国已向波兰交付84辆，还有96辆将于明年交付。至于后续订单，受当前局势影响，波兰目前态度有所转变，已不再急于下单。不过，也有选择继续与韩国维持合作关系的国家，例如秘鲁。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站报道，在韩国局势动荡后，秘鲁依旧选择在阿亚库乔战役纪念日举行的活动上，展示了3辆韩国 K808 白虎轮型装甲运兵车。且按照计划，秘鲁还将向韩国采购30辆 K808 装甲车和100辆 K2 主战坦克。此外，待这批订单完成后，秘鲁军方还计划与韩国国防产业展开进一步订单及技术讨论，以增强韩国在拉丁美洲防务市场的战略存在。同时，韩国现代 Rotem 公司强调，该公司将充分利用其技术专长，确保所有合作成功，以支持秘鲁在未来数年内实现国防目标。根据媒体报道，数名特朗普新政府重要人士指出，美军应该加快无人武器的发展，以减少有人装备数量。首先是美陆军方面，早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陆军曾使用超过4000个远程遥控型无人武器执行排爆任务。截至目前，美陆军已研制出 M5 无人战车、多功能战术运输无人车、AML 无人火箭炮等20余款无人地面装备，总量已达近万台。同时，美陆军也在加紧发展无人机，其主导的接触转型计划，以3个旅作为试点单位，每个旅组建1个大型无人机排和6个小型无人机排。待建成之后，每个旅装备的各型无人机总数将会超过100架。其次是美海军方面，向下细分为4个方向，其一是无人舰队。美海军计划在2045年前组建一支装备有150艘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水下载具的舰队。其二是中大型舰艇，美海军计划采购10艘大型无人水面舰艇，以组成幽灵舰队。其三是小型舰艇，美海军计划打造一种分布广、小型化、低成本的无人水面舰艇集群作战模式。其次是水下载具，美海军计划于2030年前组建多种无人水下载具混合编队，用于2040年前装备至少40艘具备自主作战能力的大型或超大型无人水下载具。最后是美空军方面，向下细分为2个方向，其一是发展大型高空长航时隐身战略无人机，例如全球鹰、死神系列无人机等，以建立强大的制空力量；其二是发展小型无人机，以应对现代化战争。
按照美空军计划，未来2年将生产并部署超过1000架小型智能低成本无人机。另外，此前马斯克表示，有人驾驶战斗机已经过时，未来可用无人作战平台取代。虽然从目前来看，尚无法全面实现战机无人化，但随着无人武器的成本不断下降以及规模不断扩大，前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预测，未来10年至15年，美军装备的无人武器占比将达到士兵规模的1/3。除无人武器外，美军也在加速构建防御体系。根据美国导弹防御部署新闻稿，美国部署在关岛的陆基神盾系统执行了第一次拦截弹道导弹测试，并取得成功。据悉，这项测试代号为飞行试验任务，测试地点在安德森空军基地。在测试过程中，以关岛的陆基神盾系统为主体，并使用一枚标准3 2AP4 导弹，成功击落模拟中程弹道导弹的标靶。其次，导弹防御署早在去年就透露，关岛会在今年测试陆基神盾系统，且使用的标准3 2AP4 型弹还是美日合作研发的最新型号，拥有更强的推进器、巡标器和硬砂弹头，据称射程可达到2500公里，可有效摧毁来犯的弹道导弹威胁。不过，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该计划的相关进度很少被公开，直到近期美军官员观察后才被曝光。此外，美海军还于上月底将维吉尼亚级潜艇明尼苏达号部署到了该地区，未来将联手4艘洛杉矶级潜艇，进一步强化关岛的防御体系。据自由时报报道，德国空军使用台风战机在苏格兰试验场完成了流星导弹的首射。流星导弹由 MBDA 公司研发，是一款超视距空对空导弹。与以往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不同，流星采用独特的进气冲压式发动机，射程超过200公里。它最早于2006年率先由瑞典的鹰狮战机进行试射，并于2016年正式服役于瑞典空军。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将流星导弹整合到战机的进度相对较慢。例如，法国的阵风战机于2015年完成对流星导弹的首射，并于2021年达成作战状态。而英国台风战机也于2018年完成试射。至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国战机在批次阶段、区块等规格上存在有明显的差异性，其中不同批次的战机在硬件与软件等方面升级路线截然不同。而德国的台风战机直到2021年8月才开始安装第2阶段增强软件更新，借此才拥有了搭载流星导弹的能力。可即便如此，德国直到3年后才完成首度试射。此外，据乌克兰防务快报报道，德国空军这次成功试射仍是相关整合计划的起步，后续仍需进行多项测试。另一方面，除德国台风战机整合流星导弹外，韩国的 KF 战机也对其进行了整合。据防务博客报道，韩国 KF-21 战机已成功整合了流星导弹。由于韩国并未参与流星导弹的研发，因此将其整合到 KF-21 战机上还是有较大难度的。再加上 KF-21 并未设计内部弹舱，而是在机腹设计了4道半埋藏式弹舱。对此， MBDA 公司和韩国航宇工业公司选择对 KF-21 战机的雷达、数据链、射控软件等进行了相关改进，并使其在2022年7月配备4枚流星导弹进行了首飞，证实了该战机的确能够挂载该导弹。据印度明特报报道，今年以来，印巴边境地区已有260多架无人机被击落，而去年约为110架。这些无人机大多都携带有武器，严重威胁到了印度边境安全。对此，印度将在印巴边界地区成立一支反无人机部队，以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目前，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已亲自视察了印度边界约300公里处的边境安全部队训练营，并对该部队使用的激光技术反无人机炮表示满意。他认为，该国后续的无人机拦截率将从30%上升到55%。此外，印度还曾于1965年组建了一支边境安全部队。截至目前，该部队的士兵规模已扩增到26.5万。除要在印度内部安全领域履行各种职责外，这支部队还有守卫印度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超过6300公里的边界线安全。另据该部队总干事达尔吉特·辛格乔杜表示，该部队又将迎来13226名新训练的士兵，这些士兵会被派往下属营级单位，同时还有4000名新招募士兵正在接受培训，且预计下个月还有1.2万人参军。这些士兵在学习完战斗技能后，也将被派往边境地区。与此同时，印度还正在边界处建设全方位综合边境管理系统。
为此，印度政府已批准一项巨额预算，用于加强印度边境地区的栅栏、道路以及其他设施。例如，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边境地区修建了591公里的栅栏，还有1159公里的边界沿线，加装了探照灯。此外，印度政府还在偏远边境地区修建了1812公里的公路，并新建了大约573个边防哨所。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北约大举向波兰运送装备是为了什么？10万维和部队的计划会不会进行呢？面对北约的最新动态，普京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准备？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